我们要见李总管！我们要见李总管！诸位，我们要见李总管！诸位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啊，我兄弟确实不在，他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，你们先回去，后天再来开股东大会，啊。李总办，可不能吃了豆腐软了心呐！是啊，就是啊。李总办，一定要让你兄弟顶住哟！啊，一定，我尽最大努力。不过，你们也要做两手准备。啊，两手怎么准备？说不定就没了呀！是啊，那可不，就没了，不行。少爷，咱们绝不能让铁山得逞。少爷，您看看，这个是老爷生前你的计划。这批枪子儿量产之后，咱们就可以造步枪了。这张图纸也是老爷亲自选定的。这是明年的预算，一个月比一个月省钱，产量呢越来越大。少爷，您只要联合欧福台，顶住那铁山一时半刻。少爷，老爷有好多的想法，他也不全听欧福台的。少爷，别少爷了，丁叔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您就是李春光，您可是当着老爷保证过的。老太太让您去避祸，可您得想想老爷他。我是阿四，只是当过一阵子李春光罢了。不，少爷，您就是李春光。丁叔，后天的香港船票订好了没有？同茂生产车间由原来的模具生产车间改造而成，每年可建造同茂150万粒。还有一个16吨的吊炉和一个120匹马力的驱动引擎，由原力生机械厂自行建造。春光，这叫上底火组合机床，记住了吗？上底火组合机床，就是把弹头和弹壳装入货盘，发射药过筛后装入出药罐。这个滑块叫药门，用它来调整装药量。春光，你摸摸看。对，就是这儿。谁？春光，是我。秦先生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就没离开广州。你胆子可真大！你这次来干什么？我来看你。看我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明人不说暗话。我来是想劝你不要把股份卖给铁山，做好你的总办，把制造局经营下去。经营下去？
为什么？为革命党工作。崇光，你不用说了，秦先生，我叫你是先生啊，你可真够意思。你知道李老爷死了吗？就因为我救你，李老爷死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我还以为你只知道李老爷是寿终正寝呢，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砸死的。那你知道我被关了好多天，快千刀万剐了吗？你知道李家全乱套了，老太太快病死了，快急死了。你还记得李崇光是怎么死的吗？你可真行啊，真是个堂堂正人君子。害死儿子不够，还害死爹，还要祸害人家一家。从你提出这个馊主意找我来，李家有消停过吗？都父子双亡了，你还叫我别把股份卖给铁山，还要跟你闹革命？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你先搞清楚好不好？你摸摸自己良心。没时间跟你瞎扯淡。阿四，你说的都对，是我对不住李家，对不住李老板。可就是为了李老板，我才请你留下来。用制造局为革命党做事，是李老板自己的意思。他决定搞制造局之后，约我谈过，决定支持革命。他在制造局安排了同盟会员，许多事情已经秘密着手。人都死了，你就编吧。你做总办，是我向李老板建议的；生产什么型号的子弹，是我跟李老板一起商量的。我为什么不让欧淑云给我提供子弹图纸？是因为李老板已经给我看了子弹样品。那天，你和欧淑云在索菲亚咖啡馆，我和李老板就在隔壁商量怎么转移这批子弹。结果我被欧巡抚抓了，很多工作也只好停下来。接着就发生了后来的事儿。李老爷从来没跟我说过。是，他想保护你，不想让你介入革命。可他最后要你做回李崇光。崇光，你是我儿子啊，大儿子，你要把我想干的事干完。难道李玉堂指的是革命？有些事儿，你可以去问一问老丁。老丁？阿四，如果你真的对李老板有感情的话，就应该继承他的遗志。他选择经营制造局，不是被铁山逼得无路可走，更不是为了给欧巡抚捞钱，他是为了彻底改变这个不公平、不平等的世界。当然，也为了给他儿子报仇。你不要怕，不要没信心。李老板一直不想让你介入，也有这一层原因。他认为你会怕，会不想革命。可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可以做到李崇光。就算你讲的都是真的，可我还是做不到。
我不知道怎么革命，你教不了我，我也不想学。那李老板不就白死了？那该问你，不该问我。我不知道怎么拿别人的家业去革命。这些家业就是李老板的，现在是李忠甲的，是老太太的，不是你秦小白的，也不是我阿四的。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崇光两口子去英国的事，必须瞒住外头，千万不能让铁山知道，也不能告诉欧巡抚。这个道理，我不用再解释了吧？制造局卖给了官家。明天一早，崇甲去签字，你们没有意见吧？奶奶，我不走。等奶奶全都康复了，我再走。而且，崇光一个人走，我爹那边也好瞒些。进来也不说一声，自己收拾。真拿自己当少爷了？你进京赶考啊，让我给你收拾东西，真是。舒云，我最后问问，你真的觉得我该走吗？我留你，你就不走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俩什么关系？又不是真的两口子，我留你干嘛？舒云。昨天晚上，我看见了，那些机器厂房都是特别好的东西，就这么贱卖给铁山，我心里特憋屈。是啊，能卖好多钱呢，2成。这次买卖是亏大了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回来？车夫本性，针头线脑，狼心狗肺。
卑职有一事相求。阿四既然要走，大人就不必为难他了。毕竟，他对我奶奶的孝心是真的。好，我不动他，瞒着欧兆新就行了。谢大人。 老爹，少爷，这是个加急的邮包，是从海外寄给老爷的。来，这么晚了送过来，怎么回事啊？邮政局的一个朋友啊，告诉我，照他们的规矩啊，要拆，我赶紧给包回来了。哦，加拿大，温哥华寄来的。温哥华？温哥华是谁啊？认识的吗？是个城市。 但没有写名字，这是谁寄来的？少爷，打开看看吧。我听老爷说过，他在等啊温哥华的信儿。哦，打开吧。嗯。啊。这是用过的吧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还看吗？老爷都没了。看一眼吧。玉堂宫大鉴，第9目大名。我先看看是谁写的。孙先生，孙先生写的信。哪个孙先生？孙中山先生。他写什么？你念念。 玉堂宫大鉴，第9目大名，原签一面。今接来信，不生惶恐，愧疚之至。数月前，崇光贤侄壮烈牺牲，弟心久痛，不能平复。崇光随弟2载有余，风华正茂，天纵英才，广慈博爱。 明辨笃行，弟常与崇光推心置腹，彻夜长谈。国家之希望，实在崇光的身上。然，居然雷轰欲碎，弟肝胆俱焚。崇光又替鱼而亡，鱼愧悔羞惭。玉堂宫花甲之年，仅崇光一位独子。遥知玉堂宫失子之痛，
时泣血哀哭，无所告诉。帝宁愿回到10月围城之前，以己身偿崇光之命，然不可得。帝尚能何为？尚能何为？帝唯有300余崇光贤侄灵前，再拜于玉堂宫足下，胸臆摧破，涕血沉咽。崇光虽逝，国魂不死。玉堂宫慷慨资助革命，10年间，既有缘之聚，实为海内外捐助革命之最大巨擘，是我同盟会敬仰的革命先进、商界领袖。玉堂宫有意以李家机械厂与官府合作枪械制造局，实为革命所用，帝今喜感佩。今见玉堂宫亲笔来信，愿加入同盟会，做一老年之初级党员，帝百感交集，兄引渡师以拜兄敬。穷年忧离原，叹息肠内热。帝唯有以贯修诗作答，满堂花醉3000颗，一剑霜寒40州。唯盼革命成功，天下为公之日。帝于公道，密数顷之天，于周江之上，华亭撒网，8九桑麻。言有穷，而情不可终。立帝尊主，托少白兄亲为玉堂宫办理入会手续。二少爷，二少奶奶，您认为是老爷害得秦先生被捕？老爷有苦说不出啊，想救又救不了。从那以后，就再也不提温哥华的事儿了。可他和秦先生的好多计划才刚刚开始啊！真的是你害秦少白的？李老爷，真的是你？不是。你为了老太太和你的家业，你什么都敢干，偷梁换柱，瞒天过海，抓阿纯来要挟我，耽误人家欧淑云青春。但是你为崇光做过什么？秦少白是崇光的老师，最好的哥们儿，你现在告诉我你没办法？说到底，你不就是怕了吗？是，我害怕。二少爷、二少奶奶救了秦先生，老爷心里又高兴又担心。老爷说什么也不肯再让二少爷受苦了。就在那前后的几天，老爷几乎没有睡过觉。怎么救秦先生？让不让二少爷救秦先生？怎么保住二少爷的安全？怎么保住李家？要不要革命？是把制造局和革命的事儿都委托给二少爷，还是让二少爷你赶紧走？老爷一时也拿不准主意。
老爷心里太苦了。落轿。大人请。走。来呀，这位上。欧大人到。哎，大家好。欧大人好。欧大人好。坐吧，坐吧。欧大人好。欧大人好。欧大人。欧大人。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这是铁大人让挂上去的。胡闹！股东大会，谁说要赎买了？扯下来。是。铁大人。哟，欧大人，这众商绅都商量好了，今天要卖股份，你不知道吗？铁大人，一厢情愿也不能到这个地步吧？就算你联络威胁了几个小股东，但是大股东们不卖股份，总不能又上刀上枪吧？没有联络威胁，没有上刀上枪啊。本官请问，谁是大股东？哼，你们李总办呢？回大人，还没到，我这就去催。李总办去了英国，怎么欧大人您不知道吗？是有人要逼着他去国离乡。昨天我们还在一起谈，崇光说让那位大人白惦记了，他不可能走，更不可能出售股份。哦，这就奇怪了，令婿为什么要瞒着欧大人？这今天一早，我明明听得清清楚楚，李崇光去了天字号码头。并让他的哥哥李崇甲替他签售卖股份的协议。恋爱没有跟着一起去吧？李崇甲呢？大人，有人胁迫你兄弟了，给我有一说一。对。有二说二。大人，这是家祖母和家弟的决定，崇甲也是刚刚得知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咱们开会吧。好。诸位商绅，今天是华南制造局第3次股东大会，也是商家股份赎买签字仪式。之前已打过招呼了。这制造局因为经营不善，官府决定赎买商股。还是要说明一下，商股最大股东李玉堂亡故，其子李崇光自愿向政府抛售其全部股份。是，大人。李氏手持140万股，折计现银28万两。28万两，由广州将军府折现银票，李崇光经由李崇甲
代签。诸位，再多的话，我也不说了。你们与其看着手里的票子缩水打水漂，还不如交给官府换现银。军工产业本来就不是你们商人该掺和的事儿。都几口拿我们当橘子！李公子识相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谁不识相！李重光，你是个缩头乌龟呀！你爹的一世英名毁在了你的手里。谁乐意签谁签，我曾奎荣就不签。大人，有人咆哮股东大会，是否当场拿下？何必呢？爱签不签，过了这个村儿，就没这个店儿了。签售仪式现在开始，请李重甲。等一下！重光弟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冲甲大哥，我昨天酒喝多了，怕没看清楚账，我怕出错，得再核实一下。有什么好核实的？单子不是早就给你们了吗？那可不一定哦，开头给的跟最后签的未必一样。老弟，哎，给我念念。哎，念。李玉堂持股140万股，折价计现银28万两。哎，等等，140万股是多少钱呢？少爷，这是当初老爷跟官府定的，每一股呢1两银子，140万股就是140万两。那怎么才换28万两啊？是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是官府定的。那官府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吗？对呀，官府想怎么定就是对呀。冲甲大哥，这字可不能签啊！这不明摆着吃亏吗？不但李家吃亏，大家都吃亏。重光弟弟，这不是昨天你答应过我的吗？哎呦，昨天我就没看清楚数，被人吓唬了，我就更懵了。冲甲大哥，咱们要是不答应，官府不能立刻就抓人吧？好，官府不能随便抓人吧？啊，李总办，你不要怕，把数算出来就好。多谢曾八爷捧场。客气。诸位股东，诸位叔伯大哥，在下是这么想的：制造局经营上是有些亏，现金周转也有些难，但这只是一时的困难。咱们泼水不能把孩子也给泼了，是吧？我跟欧巡抚商量过一个办法，让府台大人去跟朝廷请款，把官府那些白条股份都换成现银子，这样子咱们就有了现金周转了。再接下来，管理层例行整顿，节约开销，加紧生产。在这之前，咱们宁可停工待料，也不贱卖股份。大家认不认可？认可，认可。绝不贱卖股份，停工待料。谢谢。
大人去哪儿啊？今天不是咱们股东大会吗？啊，咱们得办几件实事儿。接下来，我们再选一个总办。我建议呢，由李崇光先生继续担任，如何啊？好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淑云姐姐，其实阿斯哥一直都想留下来，可是一直没有理由。奶奶又让他走，他就只好走。姐姐，现在孙先生来了信儿，阿斯哥终于可以坚定地留下来了。知阿斯者，阿纯也。啊，姐姐，取笑我了？不，我一直以为他想走，只是没有理由，从来没有想过他其实是不想走。他一直都想要留下来，可是这几天一直都找不到留下来的理由。是啊，这回他若留下，恐怕不是一天两天，你们就总也不能在一起。你和他随时都会有危险。姐姐还不是一样吗？为了自己喜欢的人，付出了那么多。好妹妹，不说了。啊，这臭小子怎么还不来啊？他现在都真正当李总办了，肯定很忙，也不用来看我。哦，对了，姐姐，帮我带个礼物给他。哪个野女人送的？哦，想起来了，结婚那天你说过，叫阿春，还是阿蠢啊？啊，太土气了，是不是？不，你绣得很好看。比任何时下最新的款式都好看。阿斯他很喜欢，而且一直珍藏着。你还是自己给他吧。大少爷在那边吗？崇光，崇光。啊。崇光，你怎么没走啊？大姐，我不走了。我先跟大哥说几句话。哎，舒远，有没有看见冲甲大哥？你听我解释，我不走的原因是因为。是因为这个？
匪首孙文的信，李重光的死，用制造局给革命党做事，我二叔还要加入同盟会。冲甲大哥，我是因为这个才留下来的，可昨天才收到，来不及跟你解释。我实在没有私心，要换成你会怎么做？别把难题推给我，阿四，你就是你。第一，你能为了我二叔的遗志留下来，我很佩服你。第二，事关我们李家的利益，我不会告发你。你以为我想把股份贱卖给铁山吗？第三，你和欧淑云打算为革命党做事，可是我毕竟是大清的人。李冲甲，把信给我。哎，淑云，把信给我。